俄乌冲突爆发已经持续170天，依旧陷入焦灼状态。近段时间以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袭击，核安全问题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俄乌双方互相指责是对方发动的袭击，那么黑手究竟是谁？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空军基地发生爆炸，多架俄军战机被毁，美方急忙出来澄清，绝非美军所为。那么乌军方面是否正在组织对俄军的偷袭？未来还会有哪些攻击行动？8月12号，俄国防部发布战报显示，从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共摧毁乌军267架飞机、146架直升机、1732架无人机、365套防空导弹系统。此外，还摧毁了约4300辆坦克和其他装甲战车，797辆骑射火箭炮系统战车，3290门野战炮兵火炮和迫击炮，4844件特种军用车辆。这一数据已经超过了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军事力量，可谓是非常惊人，而且还在不断上升。经过170多天的行动，俄军目前已经占领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众多地区，正集中力量加大地面攻势，试图全面控制顿巴斯地区。据报道，顿巴斯地区最激烈的战事主要集中在2部分：顿涅茨克市西北部的阿夫杰耶夫卡佩斯基一线，顿涅茨克北部的索列达尔巴赫穆特一线。其中，索列达尔位于谢维尔斯克和巴赫穆特之间，是继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之后，乌军最重要的据点之一。日前，卢甘斯克武装在索列达尔附近使用郁金香重型迫击炮打击乌军阵地。Самоходный миномет «Тюльпан» в основном стреляет вот такими осколочно-фугасными минами калибр 240 мм. Максимальная дальность стрельбы 9 километров. Но есть в арсенале и другие снаряды активно-реактивные, которые бьют в 2 раза дальше. От выстрела до выстрела всего не больше минуты. Установить взрыватель, пороховой заряд, завести снаряд в ствол, и он снова готов к бою. 卢甘斯克武装还使用风信子 S 自行榴弹炮对在巴赫穆特的乌军阵地展开打击。据报道，炮火打击的密集度非常高，每天仅这一个炮台就要向乌方发射几百枚炮弹。与此同时，顿涅茨克武装也在阿夫杰耶夫卡附近组织了针对乌军的炮火打击。Корректировали все планы, обсудили тактику. Сначала будут пристреливаться, после беглыми какое-то время работать по цели. Где-то недалеко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по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им меркам. У нас прилеты идут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 Обстановка очень напряженная. 据俄媒报道，顿涅茨克武装的任务是打击乌军的掩体、据点、有生力量，支持俄军在阿夫杰耶夫卡方向的推进。而乌军也加大了在这一方向的兵力部署。不过，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乌军不会与俄军正面冲突，而是会采取分散、机动的兵力伏击俄军，切断补给线，摧毁武装车辆，最终迫使俄军撤离。当下乌军在西方的武器支援之下，的确现在双方在整个的战事方面是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啊。现在俄军可能也要保护他已经获得的乌东啊，包括特别是南方像赫尔松啊、扎波罗热啊等等啊，包括黑海、亚速海沿岸这样他已经控制的一些地区，他需要继续的巩固啊，不要让乌军的反扑成功啊，因此他要分兵的调度。实际上在某些州情况对俄军还是比较不利的，比如说像在赫尔松州啊，那么在赫尔松州的首府赫尔松市，乌军用美制的海马斯火箭炮破坏了一座这个城市的主要的桥梁，使俄军的对这个城市的补给造成很大的影响，只能靠一些小的渡口进行补给，因为离这座大桥再近的一座桥实际上已经远达这个城市以东大概50公里处了啊，所以对俄军的整个补给是不利的。俄乌冲突持续焦灼，近期位于乌克兰第聂伯河卡霍夫卡水库河畔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袭击，引发全球震惊。据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由6个压水反应堆组成，使用苏联时期技术，在上世纪80年代建成。自8月5号起接连遭到袭击。
如果情况恶化，将造成灾难性后果，不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福岛核电站事故能够比拟的，甚至危及整个欧洲，并对全球构成巨大影响。1986年4月26号，苏联的乌克兰共和国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泄漏及爆炸事故，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二战时期爆炸于广岛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整个切尔诺贝利城被废弃。外泄的辐射尘随着大气飘散到苏联的西部地区、东欧地区、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受污染最为严重。据统计，事故导致31人当场死亡，上万人由于放射性物质的影响失去生命或患上重病。而有绿色和平组织认为，由于核辐射的长期影响，实际受害者可能达9万多人。8月11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扎波罗热核电站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建议，把这座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划定为非军事区，以避免引发一场核灾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主持安理会审议乌克兰核设施安全问题时表示，中方高度关注乌克兰境内核设施安全和安保问题，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事件深表关切。张军表示，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从乌克兰核监管当局获取的信息，袭击事件没有对核安全造成直接威胁，辐射数值尚处于正常水平，但袭击对核电站的设施完整性、安全和安保系统、电力供应和人员安全造成损害，给国际社会拉响了核警报。如果不是用非常有破坏能力的武器去进行攻击的话，一般普通的炸弹或炮弹，普遍外界认为不会对这个电厂造成一些根本上的损失。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即使是炮击的话，那么如果是重磅的炸弹，或者是一些威力比较大的带有子母战斗部的这样的一些火箭弹啊或者炮弹，也可能会对电厂的一些基础设施造成比较严重的损害。而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一些系统遭受损坏之后，不排除它连带性的会对整个电厂的一些控制的机构、控制的系统造成这种连带性的损伤。而这种损伤一旦出现之后，就是有可能或者不完全排除可能会造成更大风险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总的来说，这种武器的攻击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么究竟是谁在袭击核电站呢？俄乌双方各执一词，互相指责是对方所为。据报道，俄军早在今年3月份就已经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并且在该地区部署有500至700名守备部队以及6个弹药仓库。俄罗斯方面称，乌军多次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周边设施，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多个区域都记录到了来袭的炮弹，以加强并巩固防空部队来保护扎波罗热核电站。从逻辑上来说如果是哪一方占有或者控制这个核电站的话，那么他们对这个核电站攻击的这种可能性，就从逻辑上来说是非常低的。而且据外媒报道，那么乌军中有一些激进的人员包括一些民族主义倾向很强的这样的一些部队和军人，他们可能倾向于破罐破摔，或者是反正这个扎波罗热州的很多地方他们已经失守了，因此他们对这个电厂进行攻击，他们认为可能会对俄罗斯一方造成很大的麻烦因此他们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的确是很大的。当然严格来说兵不厌诈有的时候作战的双方互相搞一些这样的苦肉计，或者是搞一些这个损失可控的这样的攻击，然后嫁祸于对方，所以还要具体的观察。此外，俄罗斯还面临俄乌冲突以来的重大挑战，那就是来自乌方的偷袭与冷枪。尽管此前乌军曾派出直升机袭击俄境内目标，并没有对俄罗斯带来多大损失，然而俄境内近日却发生一连串爆炸事件。先是克里米亚俄空军基地发生爆炸，
然后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军队住宅楼，以及位于白俄罗斯戈梅利地区齐亚布劳卡机场的俄空军基地也发生数起爆炸。8月9号，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萨基空军基地发生爆炸。据附近的游客称，整个过程持续了30至40分钟，约有15次爆炸。远处升起的蘑菇云，底部还可以看到熊熊火焰。围绕爆炸的起因，俄国防部称，爆炸是一场消防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造成基地设施损坏。而有乌高级军事官员宣称，是乌军发动了袭击，并摧毁了多架俄军战机。英国路透社则发布了一组萨基基地爆炸前后的卫星对比图像，与拍摄于5月16号的图片对比，萨基基地在爆炸后遭到严重破坏，可以清晰地看到有多架战机被毁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说，在短短1天内，占领者损失了10架战斗机，其中9架在克里米亚，另有1架在扎波罗热方向。萨基基地啊，它的主要驻守的还不是俄罗斯的空天军，是俄罗斯这个海军航空兵的一个基地啊。它主要驻守的是第43独立海军攻击航空团。那么这次攻击啊，其实威力还是很大的。从卫星照片上观察，大概15米直径的弹坑就有5个啊，然后它也造成了俄军飞机的严重的损毁。据分析，大概应该有5架苏24战斗轰炸机是完全损毁，还有3架苏30 SM 啊作战飞机是完全损毁。对43团的这个整个的它的作战力量啊，实际上打击是很大的，特别是在黑海、亚速海方向的这个对海的这种控制，特别是对水面舰船的这种攻击的能力啊，包括相应这个海面上的这个制空能力就有很大的削弱，所以俄军要补充的话，需要从其他的基地调来更多的飞机把这个损失补充上。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一位不具名的乌克兰政府官员表示，该爆炸事件是乌克兰特种部队所为。这表明，随着乌军深入敌后的秘密部队的作用愈发重要，但由于他们并未被授权就此事公开发表意见，没有透露更多关于袭击如何进行的细节。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奥列克谢·丹尼洛夫也向媒体表示，在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的领导下和乌克兰军队的总体指挥下，一支由训练有素的渗透者和当地支持者组成的游击队一直在加紧破坏俄罗斯的后勤、行政以及指挥和控制。他还强调，这是一支秘密部队，其行动的细节不能透露。从乌军方面的一些传出的信息来说的话，乌军说是特种部队造成的，这个特种部队造成的这样的损失似乎也不大合乎逻辑啊。那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特种部队需要潜伏进大量的人员啊，然后甚至于携带大量的炸药啊，才有可能造成如此大的损失。相信俄军对这样重要的这个海军航空兵的基地也不会如此的疏于防范吧。所以普遍认为还是远程的制导武器造成的。那么造成的最有可能还是导弹啊，因为普遍认为火箭弹可能打不了那么远，至少从公开的一些卫星证据上来看的话，还是用战术导弹打击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据报道，萨基基地距离乌军控制的前线地区至少有200公里，乌军有哪些打击火力能够得着呢？8月12号，美国国防部紧急撇清，声称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没有用于袭击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空军基地，美军也不清楚该基地发生爆炸的原因。对此，有分析认为，打击机场的武器很可能是乌克兰国产的雷霆2弹道导弹。这款导弹在2010年开始研制，射程有400多公里，足够从敖德萨打到萨基基地。还有一种分析就是乌克兰自己也研制了一种比较先进的这个叫做短程的地地战术导弹，叫做雷霆2。实际上这个导弹啊，乌克兰原来在一些这个对外的这种防务展览上展出过模型啊。那么从外形上看，实际上这个导弹外形非常像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啊，甚至于就几乎一模一样啊。所以普遍认为，如果乌克兰是用这种导弹打的话，那么无论从它的射程啊，无论从它的精度、毁伤威力，
都是有可能造成当下这样的破坏的啊。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自8月5号起，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区域多次遭到火箭弹等武器袭击，俄乌互相指控是对方发动的攻击。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发文称，指责俄罗斯袭击核电站是胡扯。请教一下石先生，您觉得黑手是谁呢？一旦火箭弹击中反应堆和核燃料储存库，将会引发怎样的核灾难？现在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频频的袭击，大概率呢还是乌方干的，因为呢这个核电站现在是俄方控制着，所以呢从各方面来看，俄方都不可能呢去袭击核电站，因为呢对它没有任何好处。相反呢，如果是乌方呢进行袭击，那好处呢就很多啊。首先，它可以把外界的目光吸引过来，让大家呢再关注呢俄乌冲突嘛。这样一来的话，那西方呢就会进一步对乌克兰呢去进行的援助嘛。那第二个，通过频频的袭击，可以对俄方呢施加压力，也可以呢向外呢展示乌方的战斗力，乌方就可以提振自己的士气，就是呢自己有能力对付俄罗斯。所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大概率呢还是呢乌方干的。那么这样的袭击显然呢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呢核电站一旦呢受损，最大的灾难就是核泄漏。核泄漏呢这个范围呢又是很广的，所以呢现在外界呢都是特别担忧那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现在呢就不断的呼吁不要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呢这块再搞事儿了。从目前来看，俄乌冲突的战火似乎开始从乌克兰境内蔓延。先是克里米亚的俄空军基地发生蹊跷爆炸，然后俄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军队住宅楼以及位于白俄罗斯的俄空军基地又发生爆炸。请教一下白先生，这一连串事件是偶然，还是背后有人在策划偷袭？我觉得其实对于俄军来讲呢，现在他所面对的并不是只有战场上的乌克兰方面的作战力量他其实从一开始，从情报战也好，从我们说这个其他的一些这种反恐也好，他其实是面对了很复杂的一个形势，或者说他在应对这种非对称作战。那么这一次克里米亚的空军基地遭到攻击呢，我们也看到它跟战线的距离超过200公里。当然，乌克兰自己呢之前实际上手中也掌握了这种地导弹，包括这种精确制导的远程火箭弹，但是200公里这个射程实际上现在来讲大家都还是有些怀疑，那么到底怎么实现的？那么这个过程中是采用了这种特种作战，还是采用了这种远程精确打击的手段？现在可能还是大家都在讨论那么这种行动呢，其实也说明就是相关的作战不可能只在交战区域。现在的战争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后方。我们说俄罗斯方面遭到了损失之后，它一定会有相关的反制手段出现。最首要的肯定还是去打击或者说是去摧毁对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攻击的能力。谢谢白先生的解答，感谢您收看本期军情直播间。